嗨，大家好。今天出门晚了一些啊，因为刚刚我送女儿去珠江新城广州图书馆看书啊。现在的孩子啊，看书也要找一个好的学习环境。那边呢，据说有 WiFi， 每个位置呢都有充电的接口。然后呢，他们也会买一杯饮料。中午呢去吃一个快餐，但是呢就可以在那边学习一整天啊。在暑假期间还能够热衷于去学习啊，家长肯定也只能表示赞赏，所以接送一下他们呢更是不在话下。正因为如此呢，今天出门骑行呢就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啊。现在已经快10点半了啊。原本多云的天气呢也已经转晴，太阳呢又火辣辣的烤在身上啊。但是呢气温还不算太高，大概32、33度这个样子，所以还是决定骑到村外来做一段健身骑行。现在呢，我从旧会所正对这条大道骑出村去啊。昨天呢，开着车和家人一块去汉西长隆这边的新开的一家点都德喝茶的店去饮茶，就发现呢，汉西长隆这边一直到万博商圈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一些马路得到修整，整个商圈呢趋向成熟之外又发现了长隆地铁站附近又在进入一片施工热潮当中
现在呢，我骑过起伏新村对面的广东工业大学番禺校区，顺着这条骑行道呢，往汉西大道方向骑行。昨天呢，因为去了万博商圈，今天呢就想着好久没有到那边去骑行了，不妨呢到那边去打个来回啊。所以呢，就有了今天这一段说走就走的骑行。现在这个马路上啊，有很多的这些穿着制服的辅警人员啊，都在抓那些违规电单车出行的人们。主要呢，一个是安全因素啊，就是没戴头盔的这些人；另外一个呢，也要看你载着什么样的人，因为一般的话呢，在穿戴这些保护帽的前提底下啊，一个电单车呢，只能载一个12岁以下的儿童。估计也是为了照顾到接送上下车的方便吧，所以坐2个大人呢是不被允许的。这样的整治呢已经进行了好长时间了啊。我在离开广州之前呢，就发现这个路上纠察都在检查过往的电单车，但没想到呢，过了起码有半年时间了居然还在做这样的事情，看来是屡禁不止啊。现在呢，我从大路拐到了一条小路打算呢去走一段信业大道。这条路呢，我记得以前曾经骑过的好久没来了，再来骑一回。
中二村第3工业区啊，是这么一个地方。马路两侧呢，高低不等的那些房子啊，大部分都是工业用地。我知道从这个里面进去呢，就是金山湖的一个公园了啊，经过一个很大的钓鱼场。过了这条马路呢，对面就是汉溪村了，都可以看到汉溪长隆车站附近的正在建设当中的一个楼盘，叫新世界耀盛敦府。据说呢，这个下面以后会有新的一家 K11商业中心啊。经过我今天呢，再一次从这一座汉溪村里面穿行而入。有些年头的村庄啊，相信呢现在已经成了城中村，在这条村里面的穿过啊，然后去到汉溪大道。跟很多的城中村一样啊，都会有一条所谓的主街，现在呢也都是交通要道啊，两边呢开着很多的商店，像是一种自由形成的商业的街区啊。在这里呢，完全是市场经济啊，优胜劣汰，根据消费者的需要和意愿呢，设置店铺啊。从餐饮店到发廊，甚至还有一些公寓啊，更多的是菜鸟的收发快件的网点，林林总总啊，跟生活相关的设施呢俱全。这里呢，就来到了他们的村头一个大祠堂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这个汉溪村的村民广场呢，又封闭重建了啊。
这里呢叫汉溪村文化广场，还有一个篮球场，孩子们这里打球啊。这些乡村呢，也在不失时机的迎合着整片区域的改造发展。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呢，那些村民们只能被动的看着自己的家园的变化，大概呢只剩下某种憧憬啊，因为你真的无力去改变这样的现实，没有办法呢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建设自己的家园啊。现在出得村来啊，就看见有地铁车站的标示，骑过前面这条星光快速呢，展现在眼前的将是一片新的光景。现在呢，骑过星光快速的桥下啊，穿过一条停满了电单车的小道啊，右侧呢就是汉溪长隆的地铁站，这边呢有3号也有7号地铁可以换乘。围蔽在里面的呢，就是车站旁的地标性建筑啊 ，K11的施工现场。左侧马路对面就是长隆的地盘了，这边有很多的游乐场所。
广州地铁汉西发展项目啊，一个巨大的地标性的建设正在拔地而起。我呢就拐到这个商业中心里面啊，拐个弯来看一看目前的发展状况啊。美食不夜城啊，号称实在番禺啊，这边最不缺的呢就是这种美食城，其实呢就是各种餐饮的小店啊。以前很少到这片区域的深处来光顾，今天呢就路过一下啊，看看这片区域发展的一个状况。总体来讲呢，还是相当的凌乱啊。但是呢，公交站、刚才看到的餐饮站，以及呢各种各样的商店设施呢，已经形成。看来这边区域也不小了啊。看得出来啊，街边的小吃店呢还是非常的兴旺啊。好像我转了一圈啊，又看到前面的耀盛新世界了。左侧呢就是这个耀盛尊府的楼盘啊，下面呢就是巨大的商业用地，在下面呢就是汉西地铁站的地铁了。
现在呢，我改了一条道啊，前方就是汉室大道。我的左前方啊，有点都德3个字的饮茶店的品牌。昨天呢，我们就是和家人在这边喝的茶。现在呢，我已经骑行在汉溪大道上了。左前方一片围蔽的区域呢，已经在进行下一轮的开发啊。记得也就是半年来以前刚刚卖掉的这块地啊，现在已经进入了开发的阶段。将来这条路呢，从汉溪长隆这边一直到万博这条路上，就会失去以往的林荫道的优雅，而变成一条热闹的商业的街区啊。2个地铁站之间呢，应该会被连成一片啊。而对于我们住在番禺的居民来讲呢，当然是乐观其成，因为环境在受到一些改变之余呢，也为居民带来很多便利啊，或者呢，让这个街区变得更加的热闹。现在呢，我骑过右侧的锦绣湘江啊，继续向万博番禺的 CBD 那边骑行。几年以前呢，对面的那些楼群啊，还是一片建设工地啊。但现在呢，基本上来讲啊，这些楼盘呢，已经建设完工，
投入使用的一种状态了。看是不是一个开业的好的时机呢？只有业主们自己知道。几年功夫啊，这里大变模样啊！你看这个新的写字楼上面啊，挂着写字楼全球发售营销中心，这感觉有一种自欺欺人的感觉啊！30年合同以后啊，现在已经是30年河西的状况了。但愿呢，这一片万博商务区啊，这些高楼大厦啊，高楼大厦下面的各种商业。还有呢，大楼里的写字楼啊，能够支撑得住，熬过经济的寒冬。正前方呢，就是天河城啊，粤海广场，国企投资的商业中心。原本呢，这是万博的边角料地带啊，但现在呢，看来也都已经建设起来，最起码这些楼呢都已经建成了啊，而且正对着这个天河城。可以看到啊，这些商业大厦底层或者下面的1、2层呢，
都开满了小店，其中当然呢也是跟餐饮有关啊。现在呢，我再次回到汉西大道来，正对的呢就是万达广场啊。想当初这是孤零零的一个商业中心。可以看到汉西大道旁边的商业中心呢，是一个接着一个，有点像广州天河城那边的一溜商业中心啊。虽然呢还有一些收尾的工程，但基本呢这个商圈啊应该算已经建成了。这边呢有个叫表心道啊，可能模仿日本表参道时尚街区的名字啊。这样的街区呢，想必都是年轻人比较向往、喜欢的地方。虽然我自己呢应该很少会到这边来利用，但是呢也很乐意啊走在这样的街区，感受一下这种欢快的氛围啊。我早晨的时候看了一下，从祈福新村骑行到这边呢，大概是8公里左右啊。那么中间稍微七拐八拐了一些地方，相信呢单程也就是10来公里吧。那这里呢就作为我今天从祈福新村到万博商圈的骑行的第一段啊，就在万达广场门前呢结束我今天的骑行。期待大家跟随我下一段的骑行。谢谢你的跟随和观赏，再见，拜拜。